60岁的老太太一夜之间变回了20岁，开始了第二次奇妙又有趣的生活。她叫吴墨顺，虽然3代同堂，但关系并不像想的那么融洽。女婿是个亏钱高手，投资啥都亏，创业不过3年必破产，最后还得她这老太婆来填窟窿。至于女儿，则真正是个女强人，家里话事全由她一人说了算，毕竟她负担着大部分家用。她唯一的孙女何娜，高3不学习，只想追音乐梦。墨顺60大寿那天，她说想去参加个歌唱比赛，女儿却马上反对，那比赛不是随便能上的，去了肯定会后悔。墨顺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会那么严重，顶多被淘汰。可女儿坚决不同意，认为电视台定会利用上演感人老人故事拉拢同情心。你是觉得妈妈很丑陋，让你无法抬头吗？本来和谐的气氛顿时冷到了冰点，气得没吃饭就冲出了门，心里盘算着即使女儿不同意，他也要参加。就在这时候，摩托车停在他身边，骑车的竟是他青梅竹马老金。他二话不说递过一个摩托帽，就给他戴上了。另一方面 F 娱乐的董事长小韩和飞利浦达成了合作协议，对方将投资他的女团，3个月后出道，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。但其助手突然来报，女团主唱艾米丽突然失踪了，这么急怎么找人临时替补 C 位呢？与此同时，老金和墨顺来到了比赛现场，并真诚地鼓励他，这是认识他60年来最耀眼的一刻。满怀信心的墨顺一上台就看到台下的老对手金爱心，具体原因剧里没提，我猜这可能和她那失踪多年的丈夫有关。总的来说，墨顺唱得越来越没底气，最后评委直接叫停了比赛。他刚下台，金爱心忽然喃喃自语，当歌手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很明显他在点墨顺的脑袋。墨顺没搭理他，但转身走向后台时差点摔倒。原本只想证明自己不输给金爱心，没想到弄成这样，他愈想愈难过，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画面切换，老金陪墨顺走回家，还没走到家门就听见女儿在责骂外孙女，原来何娜不愿意高考。得知此事的父母几乎气炸了。墨顺快步冲进屋子问发生什么事了，知道是因考大学才这样。他告诉女儿别只对孩子凶，要先了解孩子为何这么想。未料女儿一转对他，责怪他溺爱过度。女儿越说越激动，明说和妈妈住一起很压抑，埋怨小时候缺乏关心。他是靠自己学习，靠自己找工作，一步步走来才有了现在的成果。墨顺听了也火了，大声质问女儿，从出生就自己换尿布，自己长大的，对吧？女儿好坏，我来教，别再对我指手画脚。屋内一下子静得吓人，谁也没再开口。许久之后，女儿不管不顾地忙活着，如果早点分开住，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了。墨顺感到一阵心寒，然后站起来离家出走。他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着，一度想到了自杀。就在那时，出租车悄悄跟踪墨顺，因为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司机便热心地邀请他上车。值得一提，这辆出租车是个人所有。墨顺一上车不久就睡着了，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家照相馆，而且似乎是专拍一项的。既然来了，墨顺索性决定拍一张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照相馆老板和司机长得一模一样。打算自尽的他没多想，就按照老板的安排拍了照，拍了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。就在快门响起那刻，他仿佛置身一片沙滩，紧跟着一波巨浪把他拍回现实。墨顺回过神来，被镜中自己吓了一跳，曾经满是皱纹的脸突然变成了一个20岁少女的样子。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，狠掐自己一下，确认这不是梦，然后慌忙跑出了照相馆，站在熙熙攘攘的街上。接下来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呢？60岁的老太太与20岁的少女灵魂互换，少女一夜变老变丑，脸上还长满了老年斑，因此自卑到消失，而老太太被突然变年轻吓坏了，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小心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必有一个疯了。恰好路边有些学生在等公交，一个学生上前问了她，是更像老奶奶还是年轻姑娘？孩子们听了立刻兴奋起来，有的说她像姐姐，反正没人觉得她像老奶奶。此外，发型和衣着显得有点老土，因为小胖觉得比他奶奶还显老。虽然被几个孩子取笑了一阵，但他确信了一件事，疯狂的不是墨顺，而是这个世界。不一会儿，墨顺坐车回到小区的路口，他正在头疼该如何向家人解释。这时，小店的老板娘拿着桶水冲了出来，小姐，请闪开一下。墨顺一下子就跳了出去，反应特别快，这一跳真不简单。他突然发现，多年的风湿痛神奇般消失了。被泼了一脸水的男人开始抱怨，墨顺这时才注意到他，这不是老金的儿子小金吗？毕竟他看着这孩子长大，他心想，对方应该能认出自己是阿姨的。小金昨晚喝了好多酒，他昨晚在酒吧是陪酒的，悄悄跟来，这肯定有原因，可能是对他有意思。墨顺一听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竟敢去勾搭跟妈妈同龄的人，气呼呼地抓起包包，决定给小金点教训。但话说回来，连多年的老邻居都没认出他，家里人看到会是什么反应？墨顺也没底，身体变得更加柔韧了，皮肤也变得如此嫩，仿佛能掐出水。难道这是上天赐给的年轻？正在这时，墨顺看到了他的女儿，心里感到异常挂念，不会连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吧？结果女儿就这么从他身边走过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这使墨顺感到生气，独自嘟哝，他能一眼认出，即便孩子成了大人，现状无法有所作为，于是决定去照相馆找老板问个明白。靠记忆找到公交站，照相馆早已不见踪影，
连个牌匾的螺丝也没留下。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一辆出租车刚好路过，正好压爆了地上的饮料盒，盒里的液体溅了他一身。另外，那个出租车司机其实是照相馆老板。毫不知情的莫顺决定买套新衣，最后被2个销售忽悠。他挑了一套很艳也显老的连衣裙，付款准备离开时，店员却叫住了他。店里有个买衣服拍照发朋友圈的活动，上传文件即可得2万韩元现金优惠。傍晚时分，莫顺正准备回家，路过一家叫皇家的酒吧，回忆忽然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曾在这里工作，偶遇同龄的金爱心，后来经常被邀请和朋友出去玩，慢慢的喜欢上了音乐，同时也爱上了那个以为能共度一生的人。想到这里，莫顺决定进去看看。而现在的酒吧环境对他来说好陌生，灯光昏暗，人们行为开放，甚至连点杯饮料也得通过一台完全看不懂的机器。莫顺在自助点单机前徘徊良久，以至于后面的人开始不耐烦。这时，外孙女何娜突然出现，轻松帮他搞定了一切，匆匆走向后台。待莫顺想找何娜时，人已经站在舞台上，开始唱热场歌。看着台下众人随着音乐摆动，他终于明白为何外孙女不愿去大学。演出一结束，莫顺拦住何娜，表示要请她唱歌以表感激。艾米丽的位置找到了，一家服装店发布了她的照片。小韩根据位置信息迅速赶到，并从店员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莫顺唱歌唱得正嗨，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，他二话不说冲进厕所，但没多久，他脸红红的走了出来，因为又到了他的例假期。可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不但卫生巾直接摆在便利店，连店员都是些年轻的男生，这让内心觉得自己有60岁的莫顺觉得尴尬。他勉强拿起一大包想去付款，却被突然撞到掉在地上。莫顺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人就帮他捡起卫生巾还给他。原本就十分尴尬了，现在真是尴尬到不行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莫顺狠狠地训斥了小韩一番，本想结了账继续和外孙女唱歌，但是因为时间太晚，再加上何娜明天要备战面试，只好拒绝并打算回家了。这时小韩又挡住了莫顺，追问真的忘了自己了吗？或者是因为某种意外失忆了？莫顺觉得这个年轻人真奇怪，明明不熟却怪异得很，会不会脑子有问题？小韩也不想多说，直接拿出手机给莫顺看，屏幕上是艾米丽第一次面试唱歌的视频。艾米丽和现在的莫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总之，小韩向他示警，无论如何都得遵守合同，就算失忆了，也得像那个人的影子活着。然后给了一张名片，嘱咐有意向就来公司。另一方面，女儿升为了部门经理，她立刻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丈夫，两人开心的打算晚上喝点庆祝一下。不巧他们的谈话全被离家出走的母亲听见了，她误认为没她孩子们就能快乐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莫顺就去了小韩的公司。虽然他不反对按计划出道，但他还有个疑问，如果艾米丽真的回来怎么办？他不想取代或觊觎任何人的东西，就算再穷也不能偷别人的人生。艾米丽是不会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她就在这边。归根到底，两人对假货的问题没能讨论出个所以然。就在莫顺打算离开公司时，突然撞见了一个和他60岁时一模一样的人。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外从花甲之年重返青春的他，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位年轻男士所吸引，心跳如初恋般加速。但他清楚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念头。原来莫顺在娱乐公司遇到了一个与他年老时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然而在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，就被小粉突然拉走了。紧接着女团成员们将莫顺围在天台上，他们嘲笑他的穿着老土，质问他为何不告而别。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有多辛苦？显然没有一个团员对他的回归感到高兴。莫顺立刻意识到这些人平时没少欺负他，心想未来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。这时大波浪警告莫顺，如果他再敢乱来，就有他好看的。在另一边，莫顺偶遇了来面试的外孙女何娜，因此两人没聊几句就匆匆告别。面试期间，何娜不仅自弹自唱了她自己创作的歌曲，还即兴表演了一段舞蹈。殊不知莫顺答应小韩回公司有一个条件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买一送一，必须同意让何娜成为公司的练习生。那天夜里，何娜迟迟没有等到面试结果的回复，群里的小伙伴透露，通常类似的情况就意味着被淘汰了。然而聊天的内容恰好被回家的妈妈听到了，她意味深长地教育何娜，每次孩子高考失败，父母就如同被判了8个月的监禁和4000万韩元的罚款。庆幸的是女儿不用考3次，所以重新报个补习班还不晚。何娜明确表示没有重新读书的打算，况且这是她第一次面试，读书至少还能1分耕耘1分收获，而她的实力和才华在第一次面试就失败了，有什么保障呢？她也真是的，就算同样的话也没必要这么刺耳吧。再怎么说，父母看到子女难过不是应该先安慰他们才对吗？最终母女俩彻底闹翻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韩决定让何娜加入女团一起出道。紧接着他邀请莫顺吃火锅，实际上是想确定一件事。先撇开一切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过我？不然你没理由这样。你是在对我表达不满吗？我们在美国的那些事全都是假的吗？在小韩满怀期待的眼神中，莫顺只好承认他听不懂洋文，也就是说忘了以前二人是什么关系了。
小韩虽然有些失落，但还是递上了签下祖孙俩的合约，并且严肃地提醒，一旦在上面签了字，不光吃饭上厕所，就连死都得等他同意才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莫顺在宿舍醒来，他发现房间里多了一张小床，猜到那是给外孙女准备的，顿时对小韩的好感增加了不少。下午在练习舞蹈的时候，助手实在是忍不了了，拽着莫顺就往外走，直接带到高档理发店，把他的方便面头改成了和奥黛丽一样的发型。还别说，焕然一新的莫顺漂亮极了，整个人也变得特别自信，走路的姿势吸引了不少异样的目光。然而他并不在意，毕竟无论是梦还是诅咒，他都享受着年轻。傍晚，莫顺走进了演播厅，一下就被正中央的麦克风吸引住了。他见四下没人，就开始唱了起来。没想到优美的歌声把小韩给吸引到了这里，于是一个人用心的弹吉他，另一个深情的演唱。殊不知发生的一切都被小韩的阿姨李爱欣看在了眼里。临分别前，小韩递过来一沓流行歌曲，里面还附带了无线耳机，叮嘱不能一味的只唱老歌，必须要练习这些。然而莫顺的心总是静不下来，时常不自主的会回想起刚刚和小韩在一起的情形，脸颊发烫的同时心也跟着砰砰乱跳，不知不觉中他似乎喜欢上了对方。第二天，公司董事长来给新人打气加油，恰好莫顺找小韩有事，他定睛一看才发现董事长竟然是老仇人李爱欣，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惊讶，手机掉在了地上，然而发出的声音引起了李爱欣的注意，他也认出了眼前的女儿。那天莫顺遇到了老对头金爱欣，态度还特别差，事后丹尼尔就批评他，至少要讲基本礼貌，别总是没大没小。可莫顺没觉得自己有错，反而很想知道自己拼命努力的成果会不会让金爱欣也跟着受益，甚至老年生活更舒适。丹尼尔直言，阿姨的企业那么大，早就脱离舒适区了，如果硬要找联系，最多只能算画个句号，毕竟阿姨唯一的遗憾就是国际舞台。因此丹尼尔希望莫顺能实现这个梦想，也算成全阿姨和自己。经丹尼尔这么一说，莫顺更不可能去做了，因为50年前一直教他音乐的春浩突然去世，还给他留下了珍贵礼物。据春浩哥哥说，莫顺的声音和情感都很特别，弟弟喜欢听他唱自己的歌，也想亲自帮他出道，无奈世事无常，最终只能遗憾地留下为他写的歌。可莫顺只会唱歌，不懂曲谱，于是找到了金爱欣。然而金爱欣看到是春浩专为莫顺留的歌后，就起了坏心思，他以帮忙制作伴奏卡带为由留下了笔记。当时莫顺还挺高兴，结果金爱欣就凭借里面的歌成了知名歌手。画面一转，何娜一眼看出莫顺的郁闷，莫顺也顺势问了孙女，是实现50年的梦想重要，还是报复50年的仇人重要？然而何娜还小，根本体会不了那么长远，如果让她选，与其为仇人放弃梦想，不如用实现梦想来报复对方。经过孙女的开导，莫顺也终于想通，毕竟好不容易才遇上机会恢复青春，总不能又因同一个人被毁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莫顺开始了艰苦训练，跳舞的动作也逐渐有模有样了。不过发音始终无法准确调节呼吸，所以老是感觉后劲不足，因此灿美让他试着减少呼吸，这样就能显得更加有力。结果莫顺虽认同他的观点，但他就是不改。不过他私底下又偷偷增加体能训练，以期待更好地掌控呼吸节奏。与此同时，老年莫顺正看着手机里的年轻莫顺愣神，看他的行李和机票似乎是要离开这里，但他又突然想起和莫顺碰面的场景，以及和那亲切的称呼，这让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坐上了出租车，巧得很，那个司机正是改变两人命运的相馆老板。这人让他把发生的一切都当成梦境，全忘了吧？不行。另一边，莫顺突然发现丹尼尔曾经也是歌手，经过何娜讲解才得知，当时有个狂热粉丝对丹尼尔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并且穷追猛打到了擅闯宿舍的地步，直到最后报警才出现反转。原来丹尼尔坦白两人正在交往，其实这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可最后丹尼尔突然宣不隐退，直到最后转型成了制作人，才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突然收到一则简讯，对方虽是陌生号码，但他一下就猜到是谁，于是询问了丽娜，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毕竟那人已经结婚，也说过不再回国。丽娜也没想到那人离婚后会突然联系丹尼尔，便给他安排了保镖。于是丹尼尔就在这种心情下来到了公司，结果电梯门刚开，就看到莫顺在炫耀他的屁股。本着看都看了的原则，丹尼尔便邀请对方共进晚餐，结果莫顺直接给他上演了一次什么才叫吃播。丹尼尔虽然佩服莫顺面对生活的态度，但他不安的眼神还是引起了莫顺的注意。于是莫顺又拿出一盒刚配的药递给丹尼尔，并嘱咐他在无法冷静时可以吃一颗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丹尼尔露出了别样的眼神，别那样看着我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？莫顺仔细想了想，然后得出结论，虽然现在都说年下男很受欢迎，但我对年轻男生没兴趣，我觉得至少要满60岁才算是男人。丹尼尔没想到莫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第二天，莫顺意外地碰见了女儿，发现她不仅刚从售房处出来，还换了新车。想不通的莫顺来到了汗蒸店，恰好又遇到了以前的街坊邻居，于是他耍酷地扔掉毛巾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展示了一下年轻人的妖力。不得不说，老年人突然焕发青春，还是会有在同辈人面前炫耀的念头。就在他离开时，
意外听到这些人透露，女婿虽然担心他的安危，但女儿却在四处寻找公寓，言外之意就是准备和他分开住。于是莫顺就这样赌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结果又看到女婿和一位女性关系亲密，这让他不知道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于是趁着老普给他打电话的机会，他主动上前与他相认。然而老普愣是瞪着他的老花眼看了半天，结果就冒出一句我不认识你。魏顺只好透露老普的糗事。54年前的摔跤决斗比赛中，老普为了捍卫尊严，表现的那是相当自信，因为当时他手握2样东西，一个是摔跤腿绳，另一个就是莫顺的心。然而事情总有意外，由于他赛前吃了山羊肉，就突然感觉下腹一阵凉意，然后就在使劲的同时一泻千里。够了，吴女士，我信你，别再说了。老普虽然再次听到自己的事，但还是难以置信，于是决定亲自试试。结果被莫顺反击了，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脸，脾气倒是挺像的。接下来莫顺请求老普帮他想个办法回家，但不能暴露真实身份，因为他想趁机确认儿女们隐藏的真心，然后再继续自己的生活。同时莫顺还希望老普一定要找到车牌号为333的出租车司机，因为只有他能找到那家照相馆，而只有找到那里，才能了解变年轻的原因以及维持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与众导师观看了莫顺的训练成果，发现他无论是学习速度还是跟上团队的进度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霍伊认为唯一的缺陷是他我行我素的风格影响了团队的合作，灿美也觉得是丹尼尔的偏爱才让其他人感到不满。丹尼尔索性也不装了，大方地承认了就是偏爱，那又怎样？一旁的丽娜只好圆场，认为可以用出道曲来进行团队的验收。随后几人来到了训练厅，宣布了和娜一起参与出道曲的舞蹈训练的消息，同时还让众人在重新分配后做好随时接受公司进行的能力评估准备，而无法达成目标的人将被淘汰出局。第二天，老普就给莫顺换了一部新手机，毕竟他用旧手机容易暴露身份。然后他叮嘱莫顺千万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他常用的那些词。没过多久，老普就带着莫顺回到了他家，还向支书夫妇介绍了莫顺的新身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来访，来人竟然是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老年艾米丽。他不仅没有感到困惑，反而直接称呼对方，这突如其来的称呼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然而艾米丽转头又说人老糊涂，说错了话，但莫顺并不这么认为，毕竟两人已经见过不止一次。于是他拉着艾米丽来到外面，决心弄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和来意。姐，我们总得见一面吧？姐吗？长相一模一样。艾米丽上前抱住姐姐，想要重温当年的亲情，没想到莫顺直接将她推开。对我来说，你早就不存在了，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莫顺此时非常纠结，虽然他想知道艾米丽为什么要冒充自己，但又不想听她的解释，于是想让她赶紧离开。但突然重获的青春又让他感到吃力，同时他也不明白艾米丽是怎么认出他的，或者怎么会知道他重获了青春。艾米丽正想告诉姐姐，却突然接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警告，那可是绝对的禁忌条款。接完电话后，艾米丽就逃离了这里，以至于莫顺都没搞清楚状况。回到公司后，丹尼尔让大家迎接会长准备的晚餐，谁知莫顺又出了岔子。他不仅对金爱心鼓励众人的言语不屑一顾，还借着酒劲含沙射影地暗讽某些人，说他们取得的成就只是踩着别人前进的丢人勋章，而他则要靠自身努力公平竞争。丹尼尔没想到他总是状况频出，便将他拉到外面，希望他至少要懂得基本礼节，不要总是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然而莫顺认为是自己喝多了才导致口无遮拦，保证下次不再犯错后就准备回去了。你要去啊？去继续学习，既没有基本礼节，态度也这么差，如果不想被赶出去，我就得拼命练习才行。其实莫顺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当年他也曾怀揣着音乐梦想，可金爱心答应的伴奏卡带让他苦等，结果是所有朋友都清楚那首歌已被金爱心窃取，并且他还成了众人眼中的知名歌手，而他却成了一个主动献歌的小丑。第二天，霍乙因临时有事便拜托秀珍，让他通知女团成员检查时间改到2点，特别强调一定要通知莫顺。结果霍乙找错了人，这女人早就对莫顺有成见，便私自篡改了时间，导致检查时习惯早到的莫顺迟到了17分钟。检查一结束，莫顺还想用怀柔政策感化秀珍，希望她能放下成见，公平竞争。谁知这女人心怀叵测，转头丹尼尔就收到金爱心的通知。等他赶到后，金爱心给他看了几组照片，原来莫顺无意间碰见老普，便询问了胞妹端顺的情况。老普只记得他去了国外，然后就断了联系。殊不知两人的碰面被秀珍看到，还一路跟踪偷拍了两人的照片。丹尼尔本想调查一下，但金爱心早已心生不满，加上秀珍的挑拨，便要求丹尼尔直接开除莫顺。没多久，丹尼尔来到训练厅，正好看到莫顺和老普通话。你最近不是没法领钱吗？所以我先领了一些，你急用的话可以先拿去。吓我一跳，就是这次通话让丹尼尔不再调查，反而直接通知莫顺，那个为你着想还给你领钱的男人是谁？感觉不像是家人啊。你被淘汰了。老头正准备送老太太去上班，小伙子一把夺过头盔，并严厉地让他跟他走。老头还想争取，但丹尼尔以安全为由极力反对。安全方面你放心，你不上车吗？没想到丹尼尔又以公司禁止一人骑摩托的规定为由拒绝，莫顺只能在老普失望的眼神中坐进专车。然而丹尼尔还没到公司，就
让莫顺提前下车，并声称没哪个练习生是他负责接送的，气得莫顺一肚子火。没多久，众人就看到状态良好的莫顺。丽娜本想上前安慰，但莫顺啰嗦了半天，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，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问心无愧，也不会在意，同时希望大家都公平竞争。转眼到了能力评估的时间，就在大家准备开始时，金爱心突然出现在评估现场。成员们经过长期磨合和努力，整体舞步配合都达到了预期标准。然而人生总有意外，莫顺在上次歌曲选秀被金爱心嘲讽后，再次受到他的影响，导致舞步和走位都出现了严重错误。何娜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还在等莫顺的老普意外碰见了艾米丽，他好奇对方到底是谁。你们不是已经认识50多年了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没等老普回答，艾米丽就突然离开了。老普也不再纠结，直接喊住出来的莫顺，把刚买的潮流服装递给他。然而莫顺刚结束考核，就担心老普的出现会惹人误会。你来这会让我很困扰。莫顺知道自己话说重了，刚想解释，就看见了秀珍等人。莫顺走后，老普既失望又后悔，还带着不舍。就在他胡思乱想时，视线逐渐模糊，头脑也越发昏沉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当晚，莫顺来到老婆家门前，想解释一下，却发现老普不在家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于是决定下次再去道歉。祖孙俩相比其他4人的快乐，明白也许可以回家了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上层 Z 对这次评估都有各自意见，或以成见颇深，完全不看好何娜和莫顺，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天资。灿美却觉得艾米丽已改掉慵懒的唱歌习惯。就在几人纠结时，众人收到公司内部传出的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恰好是莫顺祖孙俩在社区老人比赛上的表演，而这种即兴的老歌新唱方式已在社交网站广为传播。与此同时，艾米丽突然出现在莫顺家中，看他的架势似乎打算搬进来。另一边，莫顺发现老普已经失踪3天，心情虽有些低落，但很快被老板娘打断，因为听说他曾追的爱豆来到了这边。于是莫顺立刻出现在歌迷现场，但周围全是疯狂的老人，他在众人推挤中直接向后倒去，不过很快被一个小伙子抱住。在对方将他放下后， 조심 좀 해요. 다치면 어쩌려고. 설마 박씨? 一位70岁的老人因爱迷失了方向，差点魂归故里。幸得神秘的出租车司机及时发现，才让他有了重返青春的机缘。恢复年轻的老普也因此重拾了守护挚爱的自信。然而他也将面临与挚爱当初相似的困境，那就是需要重新证明自己。于是相同的套路，相同的配方，就这样被普先生一一揭露。你以前向教会哥哥表白，在关键时刻却偏偏放了个屁。莫顺赶紧捂住普先生那张嘴，转头又将对方紧紧抱住。毕竟离奇消失了3天的他，让莫顺担心不已。老普在喜悦之余，热情地伸出手，向莫顺介绍自己崭新的身份。不料莫顺却趁机回忆起2人年轻时的趣事，调侃起老普来。丽娜找到丹尼尔，希望他不要仅仅因为魏顺和何娜在舞台上的意外表现，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流量，就急于公开2人的练习生身份。然而丹尼尔从营销的角度进行分析，认为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，都已经成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应该顺势而为，将这份流量延续下去。因此他决定公开魏顺和何娜的身份。与此同时，艾米丽为了能够住进莫顺的家，谎称自己离家的那几天虽然身体没有受伤，但记忆却受到了影响，因此今后的行为可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。尽管她表现得依旧优雅，夫妻俩也没有对她产生怀疑，但她语言风格的转变却让2人感到惊讶。毕竟以前的母亲总是说着方言，而现在却满口官话，甚至还时不时地冒出一句英语，这让支书觉得母亲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不过艾米丽早有准备，她解释说，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同时我还想声明，过去我总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活着，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那个角色的极限，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各自独立生活，最好互不干扰。老崔对丈母娘的改变感到震惊，于是拉着支书走进卧室，建议带母亲去医院检查。但支书认为母亲既精明又能干，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英语都很自然，毕竟母亲都曾学过这些，通常只在商务场合使用。然而老崔担心母亲想要与他们断绝关系，他现在完全不像个母亲了。但支书转念一想，认为母亲可能是真的想摆脱母亲的身份，与他们重新建立关系。听到这里，老崔反而更加激动，在情急之下，不小心透露了自己还欠着母亲的租金。这下老崔成功的将妻子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。与此同时，艾米丽正在仔细打量莫顺的房间，感叹姐姐生活的艰辛，这里完全看不出有女儿的痕迹。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本相册，但还没来得及翻看，就被突然回来的莫顺发现了。姐妹俩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下重逢，你以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现在又是怎么过的，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也都知道了，怎么能就这样离开呢？因此端顺决定要帮助姐姐，同时他也明白莫顺无法将她赶走，毕竟姐姐恢复年轻后就无法向支书他们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了，毕竟谁会相信如此神奇的变化呢？因此端顺觉得2个人一起解决问题，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有效得多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尽情享受当下吧。另一边，
金爱心看着在网上疯传的视频，回想起50多年前莫顺找到他的场景。当初他试图让莫顺接受现实，但莫顺虽然痛恨自己盗取了那首歌，毁掉了他的梦想和人生，却还是提醒自己，创作那首歌时应该用什么样的神态来演唱。因此，金爱心立刻安排了人员，让他们去调查他眼中的艾米丽。随后，他又找到丽娜，希望对方能理解自己的苦衷，认为只要将艾米丽雪藏，即使她和莫顺一样是天才，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一无是处。却不知，真正的艾米丽正在莫顺的房间里，翻看着那些旧照片，照片里只有姐姐和支书，最多后面还有与父亲的合照，唯独没有与他有关的。因此，端顺正准备收起相册，不料从夹层中掉出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上虽然有他，但却能明显看出姐姐对他的恨意。没过多久，丹尼尔找到了正在沉思的莫顺，不仅吓了莫顺一跳，还不告诉他考核的结果，让莫顺以为自己和孙女已经被淘汰了。于是，莫顺请求再来个3局2胜，或者利用舞台乱入视频带来的流量，来减轻考核的处罚。丹尼尔听到这里，丹尼尔被莫顺那独特的思维方式逗得忍俊不禁，于是不再逗他，安慰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对你负责的。”这一番话让莫顺感动得不知所措，但他很快又提醒自己，不能忘了自己真实的年纪。与此同时，端顺拦下了正要出门的老崔，希望他能帮忙缓和姐姐与支书之间的关系。没想到老崔却认为夫妻间的争斗就像2只老虎打架，他这个无尾熊根本插不上手，还一个劲地抱怨妻子的强势，让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。对此，端顺冷冷地回应了他几个字：“那又不关我的事，毕竟夫妻之间的事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，但姐姐与支书之间的问题，他却必须插手。”于是端顺以老崔欠下的租金为突破口，质问道：“你要帮我，还是要死在支书手上？”听到这里，老崔郑重其事地以侦察兵的身份发誓，他曾无意中听到支书与一位年过6旬的女性通电话，之后支书就像个叛逆期的少女，急匆匆地跑去了某家医院。回来后，他双眼红肿，情绪低落，甚至连食欲都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支书看着女儿和莫顺的视频，不禁回忆起母亲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唱歌。端顺则跑到汤饭店，对那些背后说姐姐坏话的老妇人进行了一番训斥。另一边，对莫顺和何娜的私自行动表示不满，会议认为2人为了出风头违反了规则，但其他人却觉得2人只是运气好才被拍到，而且运气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体现，那些没有运气的人才会感到沮丧。况且公司已经正式宣布，莫顺和何娜也是组合的正式成员。对此，丹尼尔迅速做出反应，根据2人的风格决定更换一首主打歌曲。随后他将新制作的伴奏播放给大家听，这首伴奏节奏明快，却又带着一丝悲伤和感性，甚至还融入了复古的风格。这正是丹尼尔为即将推出的专辑增添的新概念。镜头切换，丽娜走进训练厅，当众宣布了考核的成绩，同时透露复古风格已成为团队的新动力。他还特别警告莫顺，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但以后不允许他再单独参与活动，否则即使流量再高，也会被公司直接淘汰。然而丽娜离开后，团队成员开始对莫顺和何娜指指点点，认为他们私下里的行动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。但莫顺坚信自己完全凭借实力立足，他劝说秀珍不要总是焦虑不安，也不要总是挑剔他人，而是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这样才能有效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没想到莫顺的好意劝告，反而让秀珍等人更加反感他的领袖作风。当晚，莫顺还没到家，就听到姿蓉坐在门口哭泣。一番询问后，才知道这孩子是想念他的爸爸了。莫顺无法向他解释老普为何会变得比儿子还年轻，只能递上手绢，静静聆听姿蓉的倾诉。就在这时，老普骑着机车回到了家门口，一下车就急切地找上莫顺。莫顺顿时陷入两难，被夹在2个帅气的小伙子之间，难以自圆其说。最后还是老普打破了僵局，声称自己是新来的租客，但丹尼尔还在吃醋，直接转身回了屋内。见状，莫顺拉着老普躲到一旁，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。老普看了看儿子，表示自己将以租客的身份在这里生活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没想到丹尼尔的醋意仍未消退，即便看到了莫顺，还故意关闭了电梯。好在莫顺反应迅速，才勉强挤了进去。不过丹尼尔的嫉妒之情仍未平息。巧的是，他们再次相遇时，气氛却出奇的自然。从他的话语中，丹尼尔捕捉到这样的信息：世上没几个男人是值得信赖的，与其勉强接受，不如果断淘汰。这一番话让丹尼尔怒火中烧，他立刻上前制止，其言下之意是希望他们保持单身状态。不料丹尼尔一现身，莫顺便拐弯抹角的暗示他也是那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男人。丹尼尔走后，女团成员们再次簇拥在莫顺周围。经过这一系列事件，他们对莫顺和丹尼尔的态度也有所软化。然而丽娜又找到莫顺，希望他能搬回女团宿舍，并且在公共场合与丹尼尔保持距离，以免引起非议。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莫顺先是遇到了老普，2人打闹之间又不巧地撞见了丹尼尔，这使得他之前的解释显得更加无力。本就紧张的气氛中，2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愈发浓烈，老普更是火上浇油的打趣：你怎么变得这么瘦了？争吵愈演愈烈，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冲突。莫顺见状连忙拉开2人，同时向丹尼尔解释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再次引发误会。莫顺没有明确指出老普是他的发小。与此同时，老崔为了帮助丈母娘缓解与女儿之间的紧张关系，趁支书不在家偷偷查看妻子手机中的短信，但翻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。
不过，一则来自医院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然而，老崔尝试了许久，也没能解开手机的锁。突然，屋外传来声响，他不得不拿起妻子的眼镜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随后，趁着支书查看新消息的时候，他巧妙地获取了手机的解锁密码，并看到了里面的具体内容。在莫顺这边，他一回到房间就发现端顺也在，于是他趁机询问妹妹是如何认出自己的。端顺想了半天，才谎称是老普告诉他的。莫顺自然不太相信，心想，如果连我都认不出自己的脸，还有谁能认出来？同时，端顺希望姐姐别想太多，好好享受青春，为接下来的歌手之路做准备。他还顺势提醒姐姐，即使抛开吴莫顺的身份，以他的身份继续生活也没问题。然而，莫顺并不领情，冷冷地说：“别得意忘形了，回去你该待的地方吧。这辈子能见上一面也就够了。”但端顺一离开房间，莫顺又不由得回想起60年前的事情。当时，姐妹俩常因父母的遭遇而受欺负，作为姐姐的她一直保护着软弱的妹妹，同时也很讨厌那些外国人。没想到端顺却认为，只要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就不在乎外国人是谁，以及他们对母亲做了什么，并执意跟别人走了。另一边，老普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着镜中帅气的自己，才意识到这次的机遇是多么难得，否则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羡慕年轻力壮的丹尼尔，甚至偷偷锻炼自己年老的身体。于是，为了弥补多年来对莫顺的遗憾，他给儿子留下了家书。第二天，老普以租客的身份将信交给了儿子。一开始，自荣看到家书还很感动，但读完后才明白，父亲是为了追求当年的梦想，才让他自由发挥，这让他气得忍不住仰天长啸。次日清晨，莫顺精心准备了一桌早餐。端顺走出房间，感叹姐姐竟能记得他所有喜爱的食物。然而，莫顺却让他吃完后赶紧离开。此时，支书夫妻也来到餐桌前，端顺随口一提，说是莫顺的功劳。不料，无论是菜式还是摆盘，都透着母亲的风格。于是，老崔拉着妻子来到卧室，将心中的疑惑一股脑的道出。从丈母娘身上，他感觉到了陌生女人的气息。支书却不明所以。老崔让妻子做好心理准备，暗示杜丽，莫顺的化名可能是丈母娘的私生女。话还没说完，支书便给了他一拳，气愤地离开了卧室。然而在吃饭时，两人又惊讶地发现，莫顺做的饭菜味道与母亲如出一辙，而母亲却变成了左撇子。莫顺和端顺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找个借口说左右开弓能预防失智。至于饭菜的味道，则是家乡的普遍口味。这时，支书突然宣布，为了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他们一家打算搬离这里。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，没人开口说话。直到端顺为了姐姐打破沉默，他想知道支书是否已经不再需要或厌烦了这个老母亲，否则为何在老人年老体弱需要照顾时将他抛弃？仅仅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就算是家人吗？听到这些，莫顺只能伤心地表示自己是个外人，随后离开了餐桌。沉重的步伐透露出他内心的凄凉。就在他准备离家出走时，端顺走了进来，劝他收敛脾气，不要轻易听信谣言，要学会观察孩子的眼神，从中看出支书其实积压了许多情绪，有许多话想说。同时，端顺递给姐姐一份资料，莫顺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信托到期通知，需要本人亲自处理。端顺不忘调侃几句。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财富，莫顺陷入了两难的选择，是让他将钱取走一走了之，还是低声下气地交给支书，祈求能与他们共同生活。到了这一步，莫顺意识到暂时还不能将他赶走，于是他将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尤其是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特殊细节，一一告诉了妹妹端顺，同时要求她一定要认真模仿自己。与此同时，老崔直接表明，丈母娘让他偷偷调查妻子，只为了解老婆的真正想法，但支书认为是母亲一直封闭了内心，才让他始终无法靠近，否则他也不会去羡慕那些能和妈妈敞开心扉的朋友。听到这，老崔希望妻子能简单干脆的把委屈、难过、好奇以及想好好相处的想法都通通告诉给丈母娘。另一边，妹妹的开导让莫顺始终无法静下心来，于是丹尼尔点开了一首歌，希望以此能让莫顺平复心情。然而再优美的旋律也无法抚平此时的莫顺，丹尼尔于是直接伸出了手，莫顺便将他带到了一家小店。在这里，莫顺一眼就看出丹尼尔精神萎靡，便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原来丹尼尔最近不仅经常遭受噩梦侵扰，还在现实中被人骚扰。于是莫顺反问他应该怎么应对。对此，莫顺很有经验，认为只要简单粗暴地解决了那种只会挑衅的人，对方就知道怕了，也就不会再继续害人。丹尼尔觉得言之有理，便准备打道回府。莫顺又严肃地劝他不要逃避问题，否则会一直受到伤害。所以，与其逃避遭受伤害，不如勇敢面对，至少不会留下遗憾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，让丹尼尔心中有了别样的想法。于是临走时，他还不忘摸头表示感谢。没想到这一举动，竟让70岁的莫顺有了初恋的感觉。最近怎么老是这样呢？接着，众人来到了练习室，倾听了丹尼尔亲自制作的伴奏，但众人的反应却让丹尼尔感到有些沮丧。他误以为他们对伴奏意见很大，结果众人一致认为伴奏太好听，才一时出神。同时，导师团认为伴奏特别适合女团成员的音色，就连舞蹈编排也相对简单得多。因此，丹尼尔宣布尽快完成所有准备工作，并开始练习。同时，由于莫顺和何娜收到了提案，他通知两人参加出道前的影音内容录制预告。至于其他成员，由于还未曝光，继续保持神秘，因此整个女团被丹尼尔分成了2种路线并行。另一边，老崔一路跟踪妻子来到了医院，
从那个女人口中得知，病房里躺着的正是失踪几十年的老丈人，而且丈母娘似乎一直把他当作死人。因此回到家中，老崔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端顺，而是选择先询问妻子丹尼尔这边。眼看女团即将步入正轨，却被灿美带来的消息打破幻想。原来何娜曾收到粉丝赠送的玩偶，莫顺却发现她的眼睛闪着亮光，仔细查看后才意识到那是针孔摄像头。丹尼尔立刻下令联系警卫队，严格管控所有外部人员出入，以确保女团宿舍的安全。却不知更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。金爱心收到线报，艾米丽如同幽灵一般，没有任何资料记录。从手下传来的照片中，他还发现丹尼尔与艾米丽住得很近，猜测两人每天共同出行。这时金爱心又发现艾米丽所住的地方竟是吴莫顺的家，联想到两人一模一样的面孔，以及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敌意，金爱心直接闯入丹尼尔的住所，恰巧遇到了莫顺。金爱心强硬地要求莫顺离开自己的公司，不料丹尼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回应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至少他不会处心积虑地想要毁掉任何人。如果你真的受不了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不如顺便让我也离开公司吧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女人只是想参加父亲的葬礼，就受到了小三的百般阻挠。转头莫顺就发现女儿被三姐欺负的一幕，于是趁机算上新仇旧恨，也要教训一下这个女人。当年没打的那一巴掌，一定要还给那个小三。虽然莫顺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转述了自己的想法，但在让女儿去拜祭父亲最后一面后，他又悄悄在小三耳边说：“我还能是谁？”一回到家里，莫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妹妹。当年丈夫出轨后，那个女人厚颜无耻的来找莫顺，让他放开男人的户口，否则他的女儿会因是私生子而自卑，影响学业，还说对支书没影响，最多算人为去世。但这女人没想过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？要不是支书天天吵着要见爸爸，莫顺怎会谎称他已经死了？总不能告诉女儿，在他病重时，爸爸却忙着和小三结婚生子，或者求他参加女儿的入学典礼，却得到关我屁事的回复。所以莫顺为了不让女儿一辈子活在被抛弃的阴影中，怀恨和痛心，只能自己做恶人承受这个苦果，让女儿心里至少还有个念想。说完这段往事，莫顺便希望妹妹帮他一个小忙，但在端顺看来，姐姐从小到大都不考虑自己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所以希望姐姐从现在开始什么都别看别想，努力为自己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，尤其是最终的选择。就在这时，支书回到了家。原本端顺还想帮姐姐告诉支书事实，但支书心情不好，还喝了点酒，就拒绝了沟通，并且警告莫顺别再瞎操心了。因此莫顺在多重打击下难以入睡，恰好被老普看见。面对好友，莫顺卸下防备，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才让女儿这么可怜。老普只想给他安慰，却不知那个跟踪狂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当莫顺回到屋内，看到女儿在独自喝酒，于是陪她一起喝，并以外人的角度告诉女儿，妈妈也很不容易，同时把当年被抛弃的事告诉了支书。到了这时，支书才明白母亲的难处。难道我不讨厌妈妈吗？当然会讨厌，可是我觉得她很可怜，她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痛苦，越想越觉得她的人生太悲哀了。对不起。支书看着对面的莫顺，语气和潜意识中的母亲一模一样。这一晚母女俩聊了很多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各种委屈各种抱怨都倾诉出来。同时莫顺从女儿口中明白，不是她不想沟通，而是自己一次次错过了机会。支书也慢慢理解了妈妈的难处。这一晚母女俩喝得有点多，后来还聊到了何娜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这次酒后的坦诚让两人都真正了解了对方的心。第二天，丹尼尔正准备送莫顺去公司，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内容是老普安慰莫顺的照片，于是他要求莫顺给他解释。莫顺也被照片吓到了，一直否认那不是真的。很快公司就开始讨论这次事件，去留全看金爱心怎么决定。为了保住莫顺，丹尼尔主动承认喜欢莫顺，这下不仅保住了莫顺，还把大家都惊到了。莫顺被偷拍后就拼命解释，当时是因为某些事太伤心，正好碰上了老普。不过莫顺保证他和老普只是朋友，没再谈恋爱。那就好。回到练习室，莫顺就开始走神，训练都进行不下去了。莫顺就趁机问修真和何娜，如果男生对女生说谢谢你没和别人交往是啥意思？知道是喜欢后，莫顺就死不承认，脸上的红晕让他忍不住想起俩人之间的亲密接触，于是他想用没成为歌手的遗憾来让自己冷静。莫顺刚走，丹尼尔就来找他，发现他不在后，就试着联系莫顺，但莫顺一心只想逃避。丹尼尔就算开车追，莫顺也不敢和他接触。莫顺一直等到很晚，才慢慢走回家。路上又碰上女儿，发现她脸色很差。原来支书策划很久的方案被否了，幕后黑手还是他的死对头，所以他很想要妈妈的安慰。可一进莫顺房间，才发现屋里没人。原来端顺找姐姐是想帮他实现几个心愿，姐姐和支书的关系是其中之一。端顺被突然出现的出租车司机打断，这人直接说端顺已经越界，
干扰了让莫顺自己做决定的规则，就把端顺带走了。走之前，端顺为了帮姐姐打掩护，留了纸条，说要去旅行一阵子，让支书别担心他，还给姐姐发了短信，意思是以后不会再出现在莫顺身边了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找到老普，给他看了偷拍的照片，希望老普能理解莫顺，出道前千万别报什么绯闻。没想到老普为了莫顺，宁愿自己去找偷拍的人，还拜托丹尼尔，要是出啥问题，就直接说他是跟踪狂，是死缠烂打加威胁才弄成这样。对此，丹尼尔希望老普冷静，凡事都要考虑莫顺的感受，还要顾及自己的未来。但在老普看来，自己哪有莫顺重要？因为只有他才知道，莫顺为了当歌手这个梦想等了50多年。可那跟踪狂好像从监控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事。到了半夜，丹尼尔终于抓到想跑的莫顺，把他拽进车里，可怜巴巴地问：我要是感冒了，你会给我买药吗？但莫顺没正面回，说只有回宿舍才能安心练舞。不过丹尼尔才不管这些，就想让莫顺看着他。莫顺气得让他赶紧消停，不然又得传绯闻，到时俩人都得完蛋。结果丹尼尔直接说，就算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他，还会让他顺利出道，直到恋情不影响他。俩人心意相通，他都愿意等。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莫顺一下愣住了。接着丹尼尔带他逛遍了景区，还特意包场一起看了爱情电影。结果莫顺的观后感是，既然分手那么伤心，当初就不该在一起。其实丹尼尔早就发现他不是真正的爱米莉，就想像老普一样了解他的过去。但对莫顺来说，过去只有痛苦，他从没思考过自己的生活，虽然很努力，却总是留下遗憾。现在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，该用哪个身份生活。对此，丹尼尔希望莫顺从今天起跟着自己的心意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按自己的意愿生活，至少这样就不会再有遗憾。与此同时，支书听老崔说，那天晚上一直和他聊天的人是莫顺，还一直喊对方妈，可在他看来，那人就是他妈。所以支书心里有了大胆猜想，不然怎么可能那么清楚他们母女的事？疯狂粉丝有多可怕？7年前就在爱豆车上装了跟踪器，如今一路追着偷拍他的一切，还把照片传给金爱心，歪曲事实到处乱传，让莫顺成了三角关系的焦点。丹尼尔紧急召开记者会，不是解释三人的关系，而是公开受害的事实。他揭露了幕后黑手，就是7年前被误传成自己女友的柳智安，承认他是跟踪狂。至于为啥7年后才揭露，就像7年前突然隐退一样，是因为有需要保护的人。对于最近歪曲事实的照片，丹尼尔直接打开电脑，用事实证明真相。原来那天两人不是逃离都市，而是女团成员和导师团队组织的团建活动，只是大家到达的顺序不同。那天也是莫顺特别开心的一天，因为他完全融入了团队，能有这个计划，全靠丽娜帮忙，不然丹尼尔一个人不敢轻易尝试。这次团建也不是简单的旅游，而是导师团为6位女团成员提前办的出道庆典，还宣布了出道曲的拍摄日期。女团成员们终于苦尽甘来。另一边，柳智安找到金爱心，愤怒地拿出起诉书，然后柳智安强势地让金爱心负责并撤销控诉。但金爱心觉得自己没犯错，凭什么要负责撤销？所以他坚持谁犯罪谁受罚。没想到柳智安拿丹尼尔来威胁，硬说两人是共犯。就在金爱心要发火时，丹尼尔闯了进来，希望他别再刺激柳智安，但两个女人根本不听，反而越吵越凶。别再说了，妈。原来丹尼尔爆料7年前的事，不只是为了莫顺，还想警告柳智安，毕竟已经用牺牲歌手的机会帮他掩盖了一次，他希望他就此罢手。没想到这女人疯起来，已经到了该进医院的程度，还觉得莫顺是个来历不明的疯子，想尽办法赶他走。但在丹尼尔看来，柳智安越这样，罪行只会越严重，还牵扯了金爱心。于是他继续威胁柳智安，再不收敛就报警。柳智安走后，金爱心慌慌张张靠近丹尼尔，情绪慌乱的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，但猜到丹尼尔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，才放弃歌手的机会，于是激动地说自己会尽快曝光真相。为了阻止柳智安继续折磨丹尼尔，丹尼尔却觉得他能像以前一样自己保护自己，随后就离开了会长办公室。他孤独的身影正好被莫顺看到，于是他一路跟着他进了办公室。在询问无果后，莫顺直接抱住丹尼尔，想安抚他的情绪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经过莫顺的开导，丹尼尔已经没了之前的孤独，还能从女团的舞蹈中看出瑕疵，但总体他对大家的表现很满意，尤其是6个人在不同风格下还能配合默契。不过有一点，丹尼尔的目光始终盯着莫顺，还不时传递一些暗示。原来团建那天两人聊了很久，丹尼尔也透露了自己内心的孤独，觉得自己没人保护，也找不到想保护的人，对这片土地也没有留念，甚至随时可以放下一切离开。不过在实现莫顺的明星梦之前，他暂时不会走。也许是被感动，也许是丹尼尔把外套披在莫顺身上，让他担心他受凉。于是莫顺搓了搓手，哈了口气，轻轻贴在丹尼尔脸上帮他取暖。就是这一举动，让寒冷的冬天瞬间回暖，两人的关系也慢慢升温，就像70岁的老太只是轻轻摸了一下小伙的脸颊，他却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。这份思念被丽娜打断了，莫顺也被何娜拉回了神，还被提醒他的不告而别让母亲很担心。于是当晚莫顺就回了家，
还给支书带了他最爱吃的红豆包。与此同时，老崔辞掉了老同学那边的工作，因为他不仅要拯救自家的汤饭店，还要拿回店铺的所有权。这话传到那对兄弟耳中，就像晴天霹雳。于是他们准备偷偷转让店铺。好在老崔和资荣及时出现，搅黄了他们的交易，还嚣张地说两人是多管闲事。没想到老崔直接拿出丈母娘留下的合同，上面明确写着，兄弟俩若在1年内出现重大质量问题，他们有权解除合约，收回店铺。何娜通知丹尼尔，哪怕柳之安的父亲关系再硬，转交给检方的罪证也够他吃几年官司了。同时他还提醒丹尼尔控制好眼神，不然和莫顺的互动很快就会被大家发现。与此同时，老普终于出场了，因为之前的曝光，大家都知道莫顺有这么一位男性朋友。两人先来到一家卖黑胶唱片的店，老普亲自帮莫顺戴上耳机，让他感受音乐的魅力。接着又去了饰品店，两人戴上各种新奇的发箍，准备拍一张合照。结果两位70岁的老人从来没用过这种机器，捣鼓了半天才拍好。接着老普带着他换上民族服装。另一边，金爱心等来了丹尼尔，诉说了自己的人生。原来丹尼尔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当年渣男不仅逼他打掉孩子，还欠了一堆债，让他独自唱歌还债。当时金爱心已经40多岁，再不生就很难有孩子了，于是他甩掉渣男，生下了丹尼尔。但金爱心一直把唱歌当人生的全部，就把婴儿时期的丹尼尔交给姐姐抚养。如今回想那段生活，金爱心还是觉得很难抉择，所以他不奢求丹尼尔的原谅。但在丹尼尔看来，一切都无需改变，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就好。哪怕金爱心说他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环，丹尼尔还是坚持互不干涉，只需相互支持和尊重。毕竟以前还抱有希望和期待。听完解释后，他终于不再纠结，人也轻松了许多。莫顺这边，两人感叹人生无常，以前只能在小区老年中心活动，哪儿都去不了，现在却能像年轻人一样到处体验生活。与其说是身体老了，倒不如说是内心还保持着年轻。老普觉得可以一起享受这段时光。他问莫顺出道的事，没想到莫顺一脸担忧地说自己没事，反而担心丹尼尔。看到莫顺这么关心丹尼尔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老普哪能不知道他已经喜欢上丹尼尔了。于是老普提醒莫顺，年龄差距很难有结果，为啥还要走这条难路？但在莫顺看来，喜欢不一定非要结果，只要过程就足够了。于是受伤的人又多了一个。不过老普想得开，毕竟他跟着莫顺已经50多年了。确认了莫顺的心意后，他开始鼓励他，既然有了年轻的身体，不管是唱歌还是恋爱，他都会在背后支持。镜头一转，莫顺发现女婿独自坐在汤饭店里，一问才知道老崔想重振店铺，但那对兄弟扔了食谱，他又找不到丈母娘，所以不知道从哪下手。莫顺摘掉手套，敲醒发愁的女婿，然后开始认真传授所有食谱。在他的指导下，老崔很快记住了所有步骤。支书回到家时，莫顺为他准备了一碗汤。支书尝过后发现，这汤和母亲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老崔也没瞒着妻子，直接说这是莫顺从丈母娘那里学来的，然后又教给他的。不过这些似乎没骗到支书，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，于是他看了看汤。与此同时，莫顺的身体突然出现异样，老寒腿开始发作，走路也变得吃力。他以为是最近太累了，所以没太在意。殊不知那位出租车司机一直在关注着他。转眼到了拍摄出道曲的那天，莫顺身上又出现了老年斑，恰好被一位清洁工看见。但这人并不惊讶，反而说之前就见过类似的情况，不过缓几天就好了。听到这话，莫顺拜托清洁工透露一些关于艾米丽的事情，再加上妹妹端顺回来的时间点很巧合，他的举止也很反常，似乎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事。于是莫顺猜测，端顺很可能就是原来的艾米丽，只是不知道她为何突然变老。因此莫顺推测自己可能会再次变回70岁的状态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莫顺开始了出道曲的拍摄，但逐渐变老的身体让他跟不上团队的节奏，最终在多重压力下，莫顺倒在了舞台上。恰好支书这时也来到了拍摄大厅。韩剧《奇怪的他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。原来端顺并没有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要求离开这个国家，而是担心姐姐害怕被孩子们发现生病，会选择把剩下的日子交给养老院，自己默默度过，所以决定留下来陪在姐姐身边。恰好他又碰见了支书，而支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，才会出现在拍摄现场，才会急着让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才会质问女儿为什么不好好照顾母亲。但在东方的教育里，老人怎么会责怪晚辈呢？所以莫顺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坚持要拍完出道曲。最终莫顺凭借强大的意志力，完美完成了出道曲的拍摄。拍摄一结束，他就偷偷离开了拍摄现场。但在老婆家门口，莫顺遇到了出租车司机。原来这司机虽然开出租，但只搭载那些还没完全绽放就凋零的人，给他们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只是这种机会不会一直有，需要客人自己选择。虽然听起来很残酷，但总比连绽放的机会都没有要好。现在莫顺就面临这样的选择，是突然变回老人默默无闻，还是保持年轻模样再活6个月，然后突然消失。转眼莫顺找到老普，给他看了自己变老的症状，然后告诉他，那个消失很久的练习生艾米丽其实就是变年轻的妹妹端顺，她选择了变回老人的模样。这时老普掏出2枚印章，莫顺才明白印章的颜色代表剩下的时间。接下来老普完成了梦想，成了摔跤界的偶像。为了莫顺，他还特意叮嘱丹尼尔要好好照顾他。莫顺这边回想起和女团成员相处的几个月，从一开始的互相不对付，
到后来的相互关心，这份感情让他难以割舍。但司机只给了他3天的考虑时间，要么面对空虚，要么接受离别。莫顺看了看自己的病历，他怕自己选错了，不仅失去歌手梦，还耽误孩子们出道，因为出道时间就在3天后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女儿的电话，这次母女俩没有争吵。支书平静地问母亲最近过得怎么样。莫顺把最后的选择告诉了女儿，让她别再等了，因为6个月后他会彻底消失。但他谎称自己在外面玩得太开心，已经忘了家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保持现在这样，这么漂亮，这么耀眼的活着。这时莫顺明白女儿已经知道真相，但女儿却摇头劝他别再回头，别想别的事，只考虑自己，把那些为养育自己而付出的时光弥补回来。在莫顺看来，只要看着女儿成长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不，你别回来，一定要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和女儿离别后，金爱心又找到莫顺，这次他破天荒地求莫顺，希望他能好好照顾儿子，也替他向莫顺道歉。如果可以，金爱心甚至愿意把那首歌还给莫顺。于是莫顺也放下了对金爱心的执念，以孙女的身份原谅了他，并且告诉他，那首歌虽然是为自己写的，但因为他的声音才被大家认可。莫顺还告诫金爱心，守护丹尼尔的责任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。在随后的几天里，莫顺亲自为丹尼尔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像交代后事一样，让他一定要理解，世上的事皆有可能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离别。送别丹尼尔后，莫顺又碰见了妹妹，这次他不再抗拒妹妹的介入，反而一脸担忧，而端顺只想拉着姐姐的手，无论她怎么选择，都愿意陪她走完最后一程，并且感到很欣慰。60年后，姐姐终于承认自己是她的家人。转眼到了出道那天，莫顺把仅剩的几个月生命全部倾注在舞台上，这里不仅承载了他几10年的梦想，也是孩子们人生的起点。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，让孩子们的梦想破灭。没过多久，莫顺陪着女儿一家团聚庆祝。如今的女婿老崔继承了莫顺的衣钵，不仅把汤饭店发扬光大，还成了全家的顶梁柱。何娜成了明星，支书也如愿获得了建筑师资格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莫顺回顾了70年来的人生，直到现在他才明白，春天不是别人赐予的，而是自己决定的。而他也在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光中，慢慢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老普选择了回归老年生活，成了莫顺汤饭店的最大股东。不过他对莫顺的妹妹有点冷淡。最近老普看你的眼神有点冷淡，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他是不是认识什么年轻女生了？他说他不喜欢冒牌货。也许正如莫顺所说，人生总是充满意外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不然丹尼尔也不会在偶然的机会下再次遇见一位女孩，而这个女孩恰好和莫顺有着一模一样的面孔。奇怪的他到此也就结束了。祝观众老爷们新年快乐，咱们下部剧再见了。